係咁網友嗱，咁就係琴日個股市咧就係初咧就係起嘅，因為呢個 Donald Trump 冇提到呢個墨西哥同中國嘅關稅，咁後來咧就跌一跌，因為墨西哥同中國嘅關稅問題，咁最拉尾咧就回升少少，咁點不知咧就係琴晚就係Donald Trump 又將呢個中國加埋落去，佢又話考慮緊加中國嘅10% 關稅喺2月1號之前。我係想同大家講清楚呢個關稅嘅問題嘅，我好精要地講清楚關稅呢個問題。咁就係呢一個我琴日就話 Donald Trump 簽咗個行政指令第一日，咁係冇嘅。佢簽個行政指令啦，我睇見佢簽咗個行政指令俾商務部，其實主要就要商務部查清楚中國整個報告喺上次中美貿易協議履行成點。咁然後咧就係呢一個係呢個中國呢一個加拿大同墨西哥同埋美國之間嘅貿易情況係作出一個報告嚇，喺呢個4月1號之前，呢個就係其實件事就係咁樣。咁點解佢唔立即實施個關稅咧？其實商務部一定係要計緊有乜嘢可以 exempt 嘅。即係咧，有啲乜嘢真係唔徵得嘅啲關稅係，舉一個例咧，我舉一個例咧，就係嗰個由 Alberta 去呢個去美國嗰啲石油咧，真係嗰啲原油係唔徵得稅嘅。因為呢單嘢咧非常之奇特啊，就係如果你徵佢關稅嗰400萬桶油。你練咗之後咧，就俾翻300幾萬桶呢個加拿大。其實加拿大唔係加拿大，唔係你同加拿大買喎，係加拿大外判咗啲工程俾你做。咁你呢個遞嚟遞去抽關稅，呢個就非常之奇怪嘅呢個嚇。咁就無論要加呢一個加拿大、墨西哥或者中國嘅關稅，其實商務部都要作出一個研究。睇下邊啲係要豁免嘅。我今日呢條片咧，我係想講清楚下嗰個經濟效果嘅問題，因為咧好多經濟學家咧就已經計咗條數出嚟，咁而家好多數咧就好清楚噶啦。舉個例，即係咁樣樣。原來咧就咁樣樣嘅，加拿大呢一個加拿大。墨西哥同埋美國之間每年嘅貿易咧18000億美金嚇。加拿大出口嘅貨物咧80%係去美國嘅，墨西哥出口嘅貨物咧就係75% 咧去美國嘅。咁如果加呢啲關稅嘅話，乜嘢行業受最大嘅打擊咧？咁第一，首先就係嗰啲人就係計咗條數出嚟咧，汽車業好大鑊，就係因為原來咁嘅呢一個咧，美國3大車廠嚇，其中 Chrysler 咧就變咗 Stellantis 啊嘛 ，Stellantis 咧就包括咗加拿大包括咗Chrysler， 包括咗呢一個 Fiat 呢個寶僑呢一個雪鐵龍 Alfa Romeo、Maserati。呢啲車廠都係嘅，咁咧但係 Chrysler 係美國3大廠嚟噶嘛？原來咧就係 Stellantis 喺美國賣嘅車咧，就係40%係喺加拿大做嘅。原來呢啲廠最初佢哋都係好多喺加拿大做嘅，就係 GM 咧係有 30%， 呢個 Ford 咧係有25%。而佢唔係簡單地喺加拿大做，係雙方咧遞嚟遞去咁做，即係佢遞個螺絲俾佢，佢夾埋一個零件又冚過嚟，雙方咧一架車都要遞8次。咁如果呢啲咁嘅每遞一次又抽關稅咧，咁呢梗係命都冇啦。咁呢個係要諗辦法嚟到解決嘅。呢個係
美國同加拿大車嘅問題。另外咧就係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墨西哥咧就有咩車係喺墨西哥做喺美國賣嘅咧？原來咁嘅，美國車廠就喺加拿大，歐洲、日本車廠、韓國車廠就喺墨西哥。大眾好多車廠，福士係喺墨西哥 ，Toyota 有一部分廠喺墨西哥。呢一個 BMW 呢個 BMW 亦都有一部分喺墨西哥。然後就係 Kia 呢一個即係現代，呢班人咧係有車廠喺墨西哥，大致上係咁咧。美國每年賣1200萬架車咧，就有400-500萬架咧喺加拿大同墨西哥做嘅。如果一抽關稅嘅話咧，平均每架車會貴3000蚊美金啊，汽車會貴3000蚊美金。因為加關稅咧，因為同加拿大嗰個問題咧，個油價係會貴咗啊！每加侖汽油咧係貴2毫半子至7毫半子啊！根據專家嘅計算，好啦，第二大鑊嘅嘢係乜嘢咧？第二大鑊就係農產品，就係墨西哥每年賣450億美金嘅農產品去美國，其中咧就係美國用食嘅蔬菜有83% 係墨西哥嘅，食嘅生果有62% 係墨西哥嘅。如果呢啲嘢一抽稅咧，就即係整個 grocery 咧就會加價。好啦，專家就話，如果真係照足加價嘅話，會有咩後果咧？咁樣加拿大咧就會個 GDP 咧就今年會跌咗2.5% 度，墨西哥咧就係嚴重啲2.75%。當你個 GDP 係跌2.5、2.75%，你係陷入嚴重衰退，唔係輕微嘅衰退。加拿大同墨西哥將會陷入嚴重嘅經濟衰退。美國就唔會因此陷入嚴重經濟衰退，因為美國個經濟體積係係加拿大嘅13倍啊，所以咧佢對美國經濟今年嘅 GDP 嘅增長係會少咗0.2至0.3%。就每一個美國家庭平均要使多幾多錢咧？咁專家嘅估計唔同，係由1200蚊美金到3700蚊美金。我拎佢一條平均數嚟講，2000幾蚊美金，即係每個家庭咧平均咧就使多200蚊美金，因為呢一個關稅。咁就尤其是最慘嘅咧，就係最窮嗰20% 嘅人，佢哋受嘅打擊係最嚴重嘅，因為佢哋去買呢啲嘢嗰陣時咧，係佢哋收入嘅一個更大嘅部分，佢哋支出嘅一個大部分。呢個就係嗰個估計對美國通脹嘅影響係幾多咧？到2025年底嗰陣時咧，就估計係會多0.5% 嘅通脹。呢一個係冇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佢琴日話再對中國加嗰 10%， 呢個我會再講俾你聽。如果計埋加中國嗰 10% 咧，中國賣緊幾多嘢去美國咧？係4000幾億美金，加多呢度抽多 10% 咧係400幾億美金，係多0.1% 通脹到啦，即係都係得力增加。原理上純粹計數，美國嘅通脹即係增加0.6%。但係美國通脹咧原本有2.幾個 percent， 咁美國通脹咧純粹計數就係會增加到大概2.8、2.9個 percent 到。好啦，呢個咧就係冇計幾樣嘢，冇計加拿大同墨西哥嘅反擊。嗱，加拿大同墨西哥係誓言必定反擊。嗰啲人話加拿大、墨西哥點敢反擊啊？我都唔知加拿大、墨西哥點解唔敢反擊啊？你都抽得佢關稅咯，唔通你加到佢500% 關稅咩？你自己死先啦，係咪？係一定加拿大同墨西哥話係一定會反擊嘅，抽翻美國關稅，
就已經整咗個 list 出嚟㗎啦。美國賣去墨西哥嘅產品咧有1500億美金嘅關稅，仲有美國係喺嗰個 service 啊，即係嗰個呢一個無形貿易入邊咧，係賺加拿大咧就係40個 billion 喎，所以加拿大對美國嘅貿易盈餘咧就只係得呢個40個 billion 嘅啫，其實就唔係好嚴重嘅。即係咧，我講呢一個收關稅呢個問題啊，係完全就用一個好客觀嘅角度嚟到睇。我 present 啲數字咧，就係已經係綜合晒所有專家嘅意見。咁佢哋咧就冇計到呢一個，冇計到乜嘢咧？係冇計到一個好重要嘅 factor，就因為譬如話啲汽車咁樣搬嚟搬去，搬8次先砌到架車出嚟，中間有任何停頓，因為嗰個工序好長，有一環斷咗咧，佢就斷啦，咁就造成短缺咧，個價錢咧就會忽然之間飆上去，就好似 Covid 嗰陣時咁樣樣。而嗰啲人一見到 grocery 呢啲嘢價錢飆上去咧，佢哋就會要求加人工啊。尤其是咧，你冇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咧，就係嗰個非法勞工、拘捕非法勞工、封鎖美墨邊境呢個問題啊。即係所以我為呢個美國人擔心嗰樣嘢咧，就唔係在於第一 one off 呢個關稅造成嘅後果，而係最危險嗰樣嘢，就係嗰個對通脹嘅預期。如果一建立咗對通脹嘅預期咧，就會要求加多啲人工，個通脹就變咗個 vicious cycle。於是聯儲局咧就要加息，聯儲局掉頭加息咧，美國一定陷入經濟衰退。我係想講到呢度啫，呢個就係嗰個未曾，呢個係只係計加中國 10% 關稅。我相信 TikTok 嗰單嘢講完，係會再加中國30-40% 關稅，咁呢個又係 another story。而且咧又有一定會加，而家呢種態勢似乎係會加歐盟嘅關稅，跟住下一個步驟加歐盟嘅關稅。所有而家仲有啲人嘅觀念好錯。就係認為 Donald Trump 係攞呢個嚟做談判籌碼，你睇佢根本都唔談判，一嚟就加拿大、墨西哥係冇得談判。呢個杜魯多去見過佢，佢有乜嘢？杜魯多能夠 offer 到乜嘢俾佢係唔加關稅嘅時候冇，中國亦都 offer 唔到乜嘢。而家就係中國佢要你中國賣 TikTok， 其中一點就係因為即係 TikTok 賣出嚟咧係會賺大錢啊！呢個就係嚇。好，呢段我係講到呢度。呢個日本兵庫縣雙生生蠔即日起到賣完為止。特登推嚟過年嘅，個天然環境有豐富養分，嚴格生產限制，蠔肉飽滿，海水味、蠔味、甜味配合平均，尾調有好濃厚嘅蠔味，日本直送啊，飛嚟嘅，新鮮感十足。加上盒裝方便，兩種食法，盒底寫住刺身食用，係一般日本人食法。如果你唔想生食咧，亦都可以打邊爐、炒蛋都好有蠔味。滿盒200克，原價99蚊，而家88蚊，唔係嚟好多嘅啫，空運嚟，賣完即止啊！只限門市，快啲入貨，呢個係。